停止无效体检，70岁老人一次体检差点死在 ICU， 医师怒揭，这5项检查正在合法掠夺你的寿命。记住这3句话，医生都不敢忽悠你。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看似矛盾又令人震惊的健康话题。为什么有时候体检做得越多，反而离健康越远？一项原本为了保障生命的健康检查，怎会差点夺走性命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现代医疗技术突飞猛进，许多人以为只要把身体各项指标盯紧检查，就能防患于未然。的确，适当的健康检查可以早期发现疾病，但您是否想过，医学这把双刃剑如果挥舞过度，也可能伤人。尤其对年纪大的长者来说，他们的身体状况与年轻人不同，一味的按年轻人的标准套用各种检查，可能带来额外负担。古人常说，无病莫乱求医，放在高龄健康管理上颇有道理。现实中，不少70、80岁的老人本来身体还硬朗，却在某次检查后踏上医院的不归路。反之，也有长者根本不爱体检，开开心心活到90多岁，这其中的奥秘值得我们深思。先来聊聊一个真实案例。一位70岁的李伯伯，15年来每年都参加全面健康检查，本以为这样能长命100岁，没想到一次例行体检差点要了他的命。事情发生在最近一次体检中，他因为做了一项检查引发严重并发症，被紧急送进加护病房抢救。体检不是为了防病保命吗？怎么反而让人差点送命？李伯伯55岁退休后，在子女强烈要求下，开始每年健检。一开始体检确实发现了一些小问题，比如轻度脂肪肝和胆固醇略高。他按照医嘱调整饮食作息，情况改善了。这让他和家人更加坚信，定期体检就等于保障健康。接下来几年，他每年都固定做全套检查，有时还额外加购昂贵的自费项目，只求不漏掉任何毛病。他觉得多花点钱，多受点折腾没关系，只要能提前发现疾病就值得。15年下来，李伯伯的体检报告堆成一叠，幸好大多没什么大问题，这更加深了他对体检的信心。然而，危机在悄悄酝酿。就在去年例行体检时，报告显示他的粪便潜血测试阳性，医生建议做大肠镜进一步检查。李伯伯二话不说就预约了大肠镜，心想早点发现癌症就能早治疗。哪知道就在检查过程中发生意外，内视镜不慎刺穿了他的大肠，他只觉腹部一阵剧痛，紧接着出现大出血和感染的迹象。医护人员立刻终止检查，紧急为他开腹手术修补穿孔的肠管。术后，李伯伯被推进 ICU 观察，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，所幸抢救及时，他总算捡回一条命。躺在病床上的李伯伯百思不解，自己明明一直很健康，没有任何肚痛或不适，怎么一次例行检查就差点把命给丢了呢？其实，像这样老年人过度检查反受其害的案例绝非个案。许多家庭出于孝心，逼着长辈每年做全面体检，自以为是在关心他们的健康，却不知道有些检查对高龄者而言可能利小于弊，甚至变成在光天化日之下合法掠夺寿命的隐形杀手。所谓合法掠夺，意思是这些检查在医院里光明正大的进行，看似正常合理，却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老人宝贵的生命品质和时间。今天我们就深入探讨5项常见的高龄体检陷阱，揭开过度医疗的真相。看完你会明白，有时候体检真的不是做得越多越好。了解这些地雷项目后，才能真正为家中长辈守住健康和寿命的底线。在正式介绍这5大陷阱之前，先强调一点，我们并不是反对体检，更不是鼓励长者干脆不就医。该检查时当然要检查，但不该检查时千万别乱查，关键在于分辨必要与否。医学上有个观念叫过度医疗，指的是医疗介入超过实际需要，不但不能让人更健康，反而可能带来新问题。对70岁以上的长者来说，奉行宁可错杀100，不可放过一个的体检，心态尤其危险。上了年纪，身体多少都有些毛病，如果揪着每一点小异常不放，疲于奔命的跑检查、做治疗，反而会搞垮原本还能安享的晚年生活。接下来，我们就逐一揭晓5项让高龄者得不偿失的体检项目。第一大陷阱，
大肠镜检查。大肠镜可说是李伯伯这场劫难的罪魁祸首。我们并不是说大肠镜不好，对于50岁以上具有大肠癌风险的人而言，定期做大肠镜筛检确实能早期发现息肉或肿瘤，挽救不少生命。然而请注意，医学指引通常建议，年过75岁的长者如果之前几次检查都正常，就不建议再做大肠镜筛检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大肠癌从一个小息肉发展成恶性肿瘤，往往需要10多年时间，而70、80岁的高龄长者预期寿命可能也就10几年。换言之，他们很可能等不到肿瘤真正威胁生命，就已经先因其他原因离世了。这种情况下，持续筛检大概率只会发现一些生长极缓慢的小东西，对寿命影响不大，却可能因发现而引发一连串不必要的医疗处置。此外，大肠镜本身并非零风险的简单检查，这种侵入式操作需要将长长的内视镜从肛门送入大肠，一路检视肠道状况。有经验的医师固然能尽量降低风险，但随着年龄增长，老人家的肠壁就像干枯的树枝般变脆，穿孔出血的风险直线上升。哪怕是专业医师都无法保证100%不出意外，更何况做大肠镜前需服强效泻药来清空肠道，这对高龄者也是一种负担，可能造成脱水或电解质混乱。综合考量下，对于超过一定年龄的长者，大肠镜筛检往往是风险大于收益。俗话说，晚年宁可带着小毛病自然老去，也不要在医院折腾死。李伯伯的经历正是前车之鉴，没有症状硬要查，结果查出了大麻烦。这或许听起来不可思议，但医学统计数据摆在那里，大肠镜严重并发症，如穿孔的几率会随年龄增加而提高，一旦发生就是致命的危急状况。在临床上，医生衡量是否要持续筛检时，有一个重要概念叫预期寿命。假如预期寿命不足10年，再去找那些发展缓慢的肿瘤，意义就不大。许多国际癌症指引都建议，75岁以上若之前筛检正常，就应该和医师讨论停止大肠镜筛检，继续查下去只会增加不必要的风险。要知道，大肠镜属于侵入性操作，一旦发生穿孔或大量出血，对年老体弱者来说可能是致命打击。统计显示，80岁以上老人做一次大肠镜，出现严重并发症的几率明显高于发现危及生命的新肿瘤几率。换句话说，他们更可能死于检查本身的并发症，而不是死于没做检查所漏掉的癌症。这听起来很讽刺，却是无奈的事实。所以下次如果有医生提议替90岁老太太做大肠镜来预防大肠癌，您可得长个心眼，好好权衡了。第二大陷阱， PSA 前列腺癌筛检。这项检查专门针对男性，透过抽血测定前列腺特异抗原，简称 PSA 的浓度，来揪出潜在的前列腺癌。听起来不错，毕竟前列腺癌是男性常见癌症，早发现早治疗总是好的吧。问题在于，前列腺癌有个外号叫长寿癌，意思是很多男性只要活得够久，多多少少都会长出一些前列腺癌细胞，但它们发展的极其缓慢，通常不会要人命，反而会陪着主人一起终老。特别是70岁以后，就算检查发现前列腺癌，大多也不影响寿命。然而 PSA 筛检的陷阱在于，它常常让人虚惊一场。PSA 值升高不一定是癌，良性前列腺肥大、发炎甚至前一天剧烈运动都可能让数值上升。可是报告一旦显示高于正常值，男人们往往就掉进漫长而痛苦的医疗旅程。先是切片活检，医生得从直肠插入针头取出前列腺组织样本，光是想想都让人打颤。如果找到癌细胞，接下来可能面临手术切除或放射治疗。这些治疗对年轻患者或许值得一搏，但对高龄男性来说却是巨大的折磨。手术有麻醉风险、出血感染风险，术后还很可能出现尿失禁、性功能丧失等副作用，严重影响生活品质。放射治疗也可能损伤附近器官，引起排尿排便功能问题。更讽刺的是，很多被治疗的前列腺癌原本根本不会威胁老人生命，也就是说，人可能死于治疗的副作用或被吓死，而不是死于癌症本身。有研究比较过积极筛检与不筛检对寿命的影响，结果发现筛检组虽然找到更多癌症并积极治疗，
但最终总死亡率并没有降低，反而有人倒在治疗并发症上。我们可以这样理解，对高龄男性而言， PSA 筛检就像套上了一道紧箍咒，麻烦不断却未必降妖除魔。医生们发现70岁以上透过筛检发现的前列腺癌大多属于归宿癌，好几年甚至10几年都长不大，可能到去世也不会变成晚期癌症。反观积极治疗引发的问题却不少，长者接受前列腺切片可能感染发烧、败血症，接受手术吧。麻醉和术后恢复他们也吃不消，即便只是药物控制，也可能带来骨质疏松和情绪低落等副作用。原本生活还能自理的老人，一旦陷入这种医疗折腾，生活品质往往急转直下。近年来，医学界对高龄者 PSA 筛检趋于保守，就是基于这些顾虑，所以不少泌尿科权威直言，自己超过70岁后都不会去测 PSA。如果一位80岁老先生 PSA 指数稍高，与其立刻恐慌，不如冷静观察，注重日常生活品质。毕竟把一个人从快快乐乐的长者变成战战兢兢的癌症病人，这种转变本身就可能缩短他的寿命。第三大陷阱，乳房 X 光摄影筛检。接下来轮到女性朋友要注意的项目。乳癌筛检是这些年大力推广的预防措施。50多岁的妇女定期做乳房 X 光摄影，可以在肿瘤还很小，自己还没感觉时就把它揪出来，从而降低乳癌死亡率。然而，同样的策略并不适用于高龄妇女，一般建议70岁上下可以考虑停止常规乳房摄影筛检，除非你是高风险族群或出现症状。为什么呢？道理跟大肠镜类似，高龄女性新发的乳癌往往恶性度较低，生长和扩散都慢，未必来得及危及生命。而乳房 X 光摄影在老年人身上假阳性，误报的比例不低，也就是说经常响起错误的警报。有些检查报告看起来可疑异常，于是要进一步做超音波，甚至切片。老人家奔波折腾了一大圈，最后发现只是良性纤维囊肿或假性肿块。这种有惊无险的结局看似万幸，但别忘了长辈在这过程中饱受忧虑煎熬，每一次等报告结果的日子都心惊胆战，茶饭不思。心理上的巨大压力本身就是对健康的伤害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乳癌筛检在年纪很大的族群中可能带来所谓的过度诊断。一些研究推估，高龄妇女透过筛检发现的乳癌中，有相当比例属于惰性肿瘤或原位癌，甚至不治疗也不会危及生命。然而，既然报告上标注了癌质，患者和医生都不敢掉以轻心，于是就算80多岁高龄，也要上手术台切除肿块，甚至接受预防性化疗或荷尔蒙治疗。结果老人家身体元气大伤，生活品质直线下滑，可能还没等到真正的侵袭性癌症发作，人就已经在一连串治疗中被拖垮了。过犹不及，说的就是这种情况。如果一位老太太大半辈子都健健康康，75岁以后反而因筛检陷入医疗漩涡，难道不是本末倒置吗？国际上，一些医学会建议，高龄女性若无症状，可与医生讨论后逐步减少乃至停止常规乳房筛检，把精力放在自我观察和保持生活品质上。这个年纪静养身心，可能胜过把身体当成癌细胞雷达，草木皆兵地，四处收敌。第四大陷阱，心脏跑步机压力测试及不必要的心血管检查。很多子女关心父母的心脏健康，常常劝长辈体检，觉得年纪这么大了，还是做个全面心脏检查比较安心，免得到时候突然心脏病发作措手不及。听起来很有道理，但事实上，对没有心脏症状的老人做侵入性或激烈的心血管检查，往往扰民大于防病。先说常见的心脏运动压力测试，让受检者在跑步机上运动的同时做心电图，看看心脏负荷下是否出现缺氧的迹象。本来这是评估疑似冠心病患者的手段，但有些体检套餐却把它当例行筛检。不少70多岁的长者平时根本不跑步，却被要求上跑步机拼命走，结果走到一半心跳、血压飙高，真的诱发了危险的心律不整或心绞痛。原本好端端的人，反而因为检查出了事，这不就是本末倒置吗？而且，即使顺利完成压力测试，对无症状者来说，它的伪阳性率也不低。
也就是说，心电图可能显示可疑阳性，但那并不代表冠状动脉真的有严重阻塞。然而，报告一旦不正常，没有医生敢大意，接下来十之八九会建议做更深入的检查，比如心脏冠状动脉电脑断层扫描，或干脆直接心导管检查。这些进一步的检查就更侵入、更有风险了。心脏 CT 需要注射显影剂，对肾功能不好的人可能造成负担，也有过敏风险。心导管则是直接从血管放导管进入心脏，虽然诊断价值高，但也可能引发血管撕裂、中风、心脏穿孔等罕见但可怕的并发症。试想，一位没有任何胸痛不适的老人家，仅仅因为好心做了一个预防性检查，结果硬是被一路升级安排到了做心导管装支架的地步。其实很多研究已指出，对于稳定型冠心病患者，药物保守治疗的效果并不比预防性支架差。而对原本没有症状的人来说，你装了一个支架，本来也得不到所谓减少胸痛的好处，因为他原本就没有胸痛。相反，装支架之后还得终身服用抗凝血药，日后小伤小病处理都麻烦，脑出血风险也略微上升。如此一来，真是得不偿失。所以对无症状的高龄长者，大型研究并不建议例行做运动心电图或侵入性的心脏检查。有高血压、高血脂就按时服药控制，调整生活习惯就很好。如果真要筛检，也务必经专科医生评估，不要以为检查项目越多越安心，有时反而是自寻烦恼。其实，心血管检查最重要的原则是有症状才检查，没有症状的人硬要查，很容易找到一些看似潜伏在体内的定时炸弹，但那些所谓定时炸弹未必真会爆炸，你偏偏去拆，反而可能引爆危机。例如，医界曾有案例，一位75岁老先生因平板运动，心电图轻微异常，被安排做心导管装支架，谁知在支架手术中发生冠状动脉内膜剥离，导致急性心肌梗塞，险些丧命。这样的悲剧本可避免，如果一开始没有贸然进行侵入性检查，老先生或许可以继续安然无恙的生活下去。第五大陷阱，全身扫描式健康检查。这类检查不是单一项目，而是一种体检潮流。许多体检中心推出顶级昂贵的全身检查套餐，号称从头到脚用最新仪器帮你检视内脏，一次把身体每个角落彻底检查一遍。不少长辈经不住广告诱惑，加上子女也觉得给父母买这种高档体检是表达孝心，于是每年砸下重金安排长者做全身扫描。然而，全身性体检是风险和疑虑最多的一种模式。首先，大量使用 X 光和 CT 必然带来辐射暴露，偶尔做一次问题不大，但年年做，项目又多，那累积剂量就不可小觑。高龄者本来细胞修复能力变差，过多辐射可能增加日后致癌风险。讽刺的是，体检本是为了预防癌症，结果反而给身体添了一个潜在诱因。更常见的问题还是伪阳性和过度检查。现代影像设备灵敏度极高，你身体里有颗几毫米的小结节、小囊肿，它都给你照得一清二楚。然而，人体本来就充满各种小瑕疵，很多检查发现的东西根本是良性的，不会造成问题。如果不是刻意去找，一辈子也相安无事。但现在 CT 扫描全给曝光了，报告上写着某器官发现阴影，待进一步厘清，你说受检者能不心慌吗？接下来又是一连串专科门诊，进一步检查，甚至有人干脆建议开刀切除做病理。就拿肺部小结节来说，许多年纪大的人的肺里都有几颗结节，大部分是过去感染留下的钙化点或纤维疤痕，根本不是癌。但 CT 既然发现了，医生为求保险起见，往往会建议追踪甚至切片。老人家经不起开胸手术，取结节就改安排射频烧灼或电脑刀治疗。折腾一番下来，原本没事反而弄出一身伤，还可能并发感染或类膜发炎。另一个例子是所谓脑部健康筛检，用 MRI 去搜寻极早期的脑部变化，本意是想早点预防失智，但目前医学对这类早期变化其实无计可施，反而可能发现一些无害的小白点、小血管瘤，治疗与不治疗两难，徒增精神压力。总之，全身扫描式体检就像大海捞针，可能捞出一两根针，但同时会捞起满网的沙子石头。
当你分不清哪些是真问题时，就只好花大量精力做一堆无谓的后续检查，还有可能在这过程中被石头砸伤。年轻人或许经得起折腾，但对70、80岁长者而言，每多做一项检查或治疗，就多一分危险，多一分痛苦。而那些被捞出来的小问题，究竟值不值得这样折腾，真的非常存疑。谈到全身扫描式体检，有必要提醒，有些商业体检机构正是抓住人们宁可错杀不愿放过的心理，大肆宣传高端套餐，但贵不代表好，检查越多反而可能问题越多。很多人在高科技体检报告里看到一连串异常，吓得六神无主。其实那些异常未必真正意味着疾病，结果人财两空，平白增添烦恼。对银发族而言，与其把钱花在没完没了的高端体检，不如投资在生活品质上，例如改善起居环境，培养兴趣爱好，强化营养和运动。这些对健康长寿的注意，恐怕远比一次花俏的全身扫描来得大。以上5大陷阱，就是许多高龄长者在体检路上容易踩到的地雷。听完可能有人要问了，难道我们就什么检查都不做，干脆听天由命吗？当然不是。在人生最后的阶段，医疗重点应该从积极找病治病转变为有病治病，无病养生。该检查的，比如定期监测血压、血糖、肝肾功能，有问题及早调整药物，这些还是需要做的。该治疗的，比如明显影响生活品质的白内障，该不该换人工水晶体？已经快要破裂的大动脉瘤，要不要开刀？这些要和医生充分讨论，利弊后果断处理。但不必要的检查和治疗，就请勇敢说不。老话说得好，别拿自己当药罐子，也别拿自己当检查的试验场。有智慧的长者懂得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医疗方案，而不是盲目跟风，做一大堆检查。医生看病也应该望闻问切地面对具体问题，而不是把健康人攒一堆化验单数字来瞎猜。对儿女来说，真正的孝顺不在于花大钱让爸妈做多少体检，而在于倾听他们的感受，陪伴他们保持身心愉快。老人的健康绝不只是检查报告上一连串正常数值，而是要看他是不是笑得开心、走得稳、吃得香、睡得着。最后送给大家3句话，记住这3句，关键时刻你就能保持清醒，医生也不敢轻易忽悠你。第一句话要问医生的就是，这个检查对我真的有需要吗？每当医师建议做某项检查，别不好意思直接询问清楚这项检查对你有没有必要。如果只是例行流程或纯粹为了求个心安，那就属于可做可不做的，完全可以再观察观察。第二句话要追问，如果不做这个检查会怎样？请医生具体说明不检查可能带来的风险。如果连医生自己都说不出不做会有什么严重后果，那多半表示这个检查并非做不可。第3句话可以询问，这个检查的结果会不会改变接下来的治疗？也就是说，如果检查出了问题，是否有有效的处置方法能改善治疗效果，还是即便发现了也没啥办法？如果是后者，那这个检查意义就不大。透过这3连问，我们大致可以判断一项检查值不值得做。请大家把宝贵的精力和时间花在真正有意义的事情上。人生苦短，我们追求的不是一叠漂亮的检查报告单，而是能多几次和家人喝茶、看夕阳的机会，平安自在的多享几年天伦之乐。另外，别忘了保持基础的健康习惯，均衡饮食、适当运动、充足睡眠，按时接种疫苗，例如流感疫苗和肺炎疫苗等。这些生活方式上的投资，往往比额外多做一次体检更能让您受益。希望今天这番深入探讨能让大家提高警觉，医疗检查真的不是越多越好，适度节制、聪明筛选才是延年益寿的明智之道。下次如果有人再劝您做一大堆有的没的体检项目时，不妨想想李伯伯的遭遇，记住我们分享的观念和那3句箴言，冷静判断，守住您和家人的健康底线。祝愿所有长辈都能享受安心又高品质的长寿人生。